一生民司命。中州安土方的小路上，两个农夫大打出手，霎时鸡飞狗跳，乱作一团。旁人好说歹说，才将二人拉开。此时正在道路两旁对峙，互不相让，面红耳赤地指责对方强占自家母鸡。这番闹剧恰好拦了微服出巡的齐王一行人去路，便衣侍卫上前打断争论，正欲清出道路，却听到脆生生的一句：“谁知道早上鸡吃的什么？”众人一时愕然，纷纷看向那说话的小姑娘。齐王颇觉有趣，示意侍卫静候指令，顺着小卫青的话说道：“既然你二人都说这鸡是自己养的，那说说看，早晨都喂的何种吃食？”二人对视一眼，分别给出了云台和素谷的作答，均是当地常见的饲鸡之食。现在如何？破开鸡胃，看看里面是云台还是素谷，便可知主人。小卫青缓缓：“二天心向背，黄口小儿也能破案，小聪明可不能当饭吃。”身着任法服的执金卫高声抱怨，引起同僚一阵哄笑。前些日子刚来了唐家的草包少爷，现在又塞进来个姓魏的世家小姐，怕不是连刀都拿不稳吧？要我撞见了，必得挑了他的官帽，给他个下马威。随着一声清冽的得罪，方才叫嚷要挑下别人官帽的执金卫，自己头顶官帽应声而落，脖梗处系住官帽的绳子被齐齐斩断，脖梗却毫发无伤。无人看清发生了什么，直到横刀入鞘的清脆响声自身后而起，众人才慌张回头望去。和珅的任法服趁得面前少女英姿飒爽，少女拱手行礼道：“在下卫青，申言书判四目全选侥幸通过，亦略懂些刀剑拳脚。初入正法司，还请诸位前辈赐教。”语气姿态恭恭敬敬，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庞福刚才一刀挑断别人官帽系绳的人不是他。三法平如水。啊！一记马鞭又准又狠地抽中那高粱子弟的后背，吃痛一缩，被他逼到墙角的店家女眷趁机逃了出去。男子见状还想去追，又被一柄架在脖子上的错金刀拦住。同行之人纷纷拉住卫青，低声在他耳旁劝道：“这是岳夫人的子侄，周老太爷唯一的宝贝孙儿，我们犯不着未了，这点小事毁了仕途。”现有人认出了自己，那男子挺起腰背，斥责道：“小小执金卫，怎敢如此猖狂？被我周公子看上，是那小娘子己，是修来的福分。你可知我姑父是谁？光天化日欺侮良家妇人。”卫青沉着脸三两下捆住了眼前滋哇乱叫的高粱子弟，冷声道：“如果是你姑父教你做出此等行径，到了正法司，自会有人问你他是谁。”四律明四境。临行前，卫青再次回头看了眼正法司，明镜高悬堂前，谢至镇守两侧。自在这堂前接下错金刀，已过去5年。5年不长不短，却足以让物是人非。古神案之后，最信任的人投靠了反王，而最亲密的伙伴，今后再难相见。唯一不变的，只有手中的错金刀和身上的人法服。此时晨雾弥漫，正法司堂前的明镜映出片白茫茫的虚无，但卫青并不在意。朝阳升起后，光明自会驱散迷雾。正如真相一旦显露，便昭然如日月，虚妄谎言都将无处遁形。他会将真相从那岛上带回来，不论是关于岳家还是齐王。